这是一般的双圆盘扫拖机器人，拖过去只能把蚝油均匀抹开，无法处理。而这是科沃斯 X11 Pro 洗地机器人，开过去一条直接干净，整片蚝油也没问题。等等，怎么感觉这个开场已经用了第3次啊？嗨，欢迎回来，我是驴子。没错，在令人印象深刻的中阶守门员科沃斯 N50以及超值价位带的洗地机器人 T80陆续登场之后，科沃斯终于带着最新旗舰，直接从 X8跳到 X11 Pro， 正式回首旗舰战场，并且可以说是改善痛点的一代旗舰。那科沃斯 X11 Pro 最大的重点，除了一样是采用滚筒形式的洗地机器人外，这次最重要的改变就是增加了无限续航，强化洗地模组的清洁表现，并且针对性的解决痛点。比如说大家最期待的，科沃斯终于把大家敲碗很久的主刷以及边刷的抬升功能首次带到台湾市场。没错，在 X11 Pro 上不只拥有大家熟悉的滚筒抬升功能，这次机器人的边刷、主刷全部都加上抬升。所以你看画面，现在地上有一滩酱油。X11 Pro 的视觉辨识模组发现酱油之后，就自动把边刷抬起来，主刷抬起来，再自动把吸尘模组关掉，所以完全不会碰到地板或是酱油吸进去变成灾难。不止如此 ，X11 Pro 还会自动在酱油的区域加强清洁，自动深度拖地2次。好，现在把地板洗干净了，我们把机器人翻过来，你看边刷、主刷都是干干净净，完全没有碰到酱油。如果你是第一次看到洗地机器人的朋友，我还是快速帮你复习滚筒洗地机器人到底强在哪里。简单来说，传统的扫拖机器人在拖地上大多是采用双圆盘拖地模组，靠的是2片圆形的拖布把脏污从地板上沾走。当超过处理量的时候，就会变成以脏拖脏。那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传统的做法就是不断回洗拖布，尽量保持干净。那为什么科沃斯的拖地系统不会把脏污抹开，而是像无底洞一样清洁蚝油呢？这一切的秘密就是科沃斯采用的是 Osmo Roller 2.0 恒压活水洗地技术。这套方案最强的地方是，你看，我现在直接请出大魔王万家香极品香菇素蚝油，涂满整个滚筒，然后让机器人在原地空转。你看，滚筒上面的脏污越来越淡，越来越淡。好，停。光是在原地空转就已经8-9成干净了，这就是滚筒的秘密。它不只在拖地，也在把自己洗干净。那原理也非常简单。科沃斯的滚筒洗地模组在内侧采用跟 T80 相同的8个出水孔，当机器人开始运作，滚筒上就会持续把干净的水均匀的喷在滚筒上，让滚筒保持湿润。接着，科沃斯在内侧加上了金属刮条，随着滚筒旋转，它会不断的把脏污跟多余的脏水刮下来，脏水会全部被回收到机身后侧的这个污水箱。回家的时候，机站也自动把污水箱整个排空，然后再次把机身内隐藏的清水箱补满干净的水。这就是为什么从今年开始，在我们的社团上话题最高的就是洗地机器人，因为相较起传统方案，滚筒洗地真的是干净太多，跨了一整个世代。总之，还是那句话，如果你是在意拖地、喜欢光脚在家走路的朋友，那2025就是选洗地机器人就对了。对了，还是要提醒，地狱测试主要还是展示滚筒洗地的原理，所以千万不要拿去洗打翻的泡面之类的，因为机器人并无法处理固体脏污。然后视觉辨识主要也是为了预防。如果你家里真的有打翻液体，想要 X11 Pro 帮你把小区块拖一拖，那我教你一招，你可以打开 App， 选画区，然后把弄脏的地方框起来，然后选纯拖地。你看，机器人就会把边刷抬起来，主刷抬起来，只用滚筒好好的洗干净，而且会自动洗2次哦。接下来依照惯例来帮大家整理科沃斯 X11 Pro 的主要亮点。首先，这次最大的亮点就是 X11 Pro 首次采用了通常是在电动车的手机才看得到的氮化镓快充模组，并且电池也升级成了软包动力电池，寿命延长2.4倍，发热量降低40%。那官方把这个升级叫做 Power Boost 瞬时超充技术。这套系统最酷的地方，官方叫做无限续航，白话文就是边打扫边快充，然后让机器人做到一次扫完。所以在开始清扫的时候 ，AI 补电系统就会自动计算清扫频数，然后安排好每次回去洗滚筒的时候就进行快速充电。例如，如果家里频数很大 ，AI 就会在洗拖布的时候自动启动超快速快充。官方标示最快5分钟就可以补回10%的电量，小频数用不到，那就是赶快出发继续清扫。那透过这套 AI 无限续航，
官方标示，就算开到最强吸力，再选精细模式，可以一次清扫300平的空间。一句话，就是用氮化镓和软包电池做到超快充，做到解决续航的问题。虽然 X3 Pro 主打洗地模组，但是在吸尘上也没有马虎。这次再升级，直接塞了19500帕超大吸力风机。不过内行的朋友就知道，吸尘器不能只看帕，因为每家厂商测量的方法不同。同一组风机用不同的方法测试，你可以标5000，也可以标到破万，而且用的滚刷、边刷、软体算法这些都会影响。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坚持实测清扫效果，而不是单纯拿账面规格去比较。那这个超大吸力风机，经过我们实测，甚至连大螺帽都可以吸起来，旗舰肯定是不用担心的。比较有趣的是，作为首款采用新型软包电池的扫拖机器人，这次科沃斯居然直接加入了100瓦的大功率风机。所以他们除了标示吸力之外 ，X3 Pro 这次居然标示了之前机器人绝对不提的风量，来到18.64升。那透过升级的风量，就可以一口气把垃圾接进集成盒，也可以改善像是过往宠物毛发卡在吸尘口的问题。而在拖地上，就是我们刚才介绍过的 Osmo Roller 2.0 恒压活水洗地技术，每分钟可以达到200转的高转速，并且滚筒的特性就是可以做到更强的对地压强。什么意思呢？简单来说，传统的旋转拖布就像是你用手掌去擦地板，力道会被整个手掌分散；而滚筒因为接触面积小，只有画面上这一小条，就像是你用手指压着抹布去擦地，所以力量更集中，也就更容易把脏物从地面上用力擦起来，也是滚筒的最大特色。那以 X3 Pro 来说，压强是3800帕，比 X8 Pro 的4000帕还是低了一点。不过这次的 X3 Pro 换上了全新的复合式滚筒。你看，科沃斯在滚筒上加上了一条一条的高密度尼龙纤维，那这个新材质的特性就是更容易把油污擦起来，并且因为高密度尼龙纤维的弹性更高，也可以更好的清理瓷砖缝隙，在厨房和客厅地板上都更实用。而在壁障上，今年科沃斯的硬体也是塞好塞满，包括用上了全嵌入式 DToF 模组，也有车头的 3D 结构光、侧边的沿边感应器，以及 ID 3D 3.0 视觉壁障全部都有。重点 ，X3 Pro 这次也加上了车头补光灯的设计。贴边上 ，X3 Pro 采用了升级版的 True Edge 3D 贴边技术，所以当机器人靠墙拖地的时候，滚筒模组就会自动伸出来，并且新增了软胶沿边导轮，靠着墙壁拖地，并且这代的滚筒也会比先前多伸出来1.5公分，凹进去的柜子也能尽可能伸进去拖地，真是加分项。除此之外，X3 Pro 的滚筒不只会伸缩，也支援10mm 的抬升。遇到地毯或是回家的时候，机器人会自动把滚筒抬高，避免弄脏或2次污染。再来，这次还有一个升级点，就是越障。X3 Pro 这次加上了全新的机械式辅助越障结构，官方叫做 True Pass 零越穿梭技术。简单来说，科沃斯在轮子的旁边加上了新的机械结构，当机器人遇到门槛或是推拉门滑轨时，就可以做到辅助越障，帮助机器人跨越。官方标示可以成功跨越 2.4 公分的单侧门槛，最高4公分的阳台滑轨。那经过我们实测 ，X3 Pro 的斜坡动力也很足够，像是这种双层4公分的测试门槛，对 X3 Pro 来说也是轻轻松松，毫无难度。而在基座部分，这次的硬体也是塞好塞满。X3 Pro 的家拥有包括自动集成、自动帮扫地机器人的水箱补水。再来，我们上热成像。这次 X3 Pro 的基座也支援了最高75度的热水洗拖布，并且同样拥有智慧温控设计，系统会根据刚才拖过的区域，在40到75度之间智慧调整水温。重点，这次比较特别的是 ，X3 Pro 提供了2套自动投入清洁液的系统。左边的这套就是常规的清洁液，可以自己添加机器人专用的清洁液，而右边这套则是全新的重污专用清洁液。比如说去打扫餐厅、厨房等等容易有重油污的地方之后 ，X3 Pro 的系统就会自动辨识污水的脏污程度，自动调整2种清洁液的比例，洗起来也会更干净。这2款清洁剂官方也确认都会引进，可以额外加购。再来，基座有热风烘干，系统会用63度的热风近距离直吹滚筒，因为都到63度了嘛，所以相当起一般低温热风 ，X3 Pro 的63度热风可以做到一定的抗菌效果。并且滚筒也会自动翻面，让每一面都均匀烘干。好，一口气看完所有重点。不过在帮你的频道到底有多强，实测了才是最准。我们也就不废话，今天这期节目我们直接把再度更新的15项地狱测试全部请出来，
测试全程录影，结果摆在眼前，优点缺点一个都不放过。对了，帮你扫地机器人社团目前已经有34000位版友加入，不管你是要买、想买还是已经买，现在就直接扫 QR code 加入台湾扫地机器人讨论区，或是看资讯栏或置顶留言就有连结咯。我们还是先从基础上来看起 ，X3 Pro 本体同样采用主流圆形设计，并且本体和基座都采用了简约利落的银黑配色，搭配上金属法丝纹，实际质感非常好啊。而在定位方案上，科沃斯 X3 Pro 这次采用的是全嵌入式 DToF 雷达，可以快速做到整个空间的侦测。那你看车头，今年的整个 DToF 模组都加上了遮罩，除了更加美观之外，也就更不怕灰尘或是毛发被 DToF 模组卷入。同时，因为采用的是 DToF， 所以 X3 Pro 的厚度也做到大约 9.8 公分的薄型设计，可以更好穿梭低矮家具。接着，我们用上再次升级的红外线摄影机，可以看到 X3 Pro 在车头同样用上了3D 结构光模组，做到即时避障。侧边也有沿边感应器，做到科沃斯近期力推的 Ivy 3D 3.0 万物可沿边系统。不止如此 ，X3 Pro 同样有镜头，除了可以做到视觉辨识外，车头这次也加上了补光灯模组。当环境一变暗，系统就会自动开启头灯，关灯也能继续做到视觉辨识。此外，这组镜头也支援视讯通话，所以你可以开着机器人在家里面巡逻。而如果是有隐私疑虑的朋友，也可以不开放视讯功能。对了，如果要把滚筒拿下来，只要按2下面板，滚筒就会自动伸出来。接着按一下卡扣就可以取下来了。接着往下看。科沃斯 X3 Pro 也用上了 Zero Tangle 零缠 3.0 防缠绕技术，不管是刷毛还是胶条，都采用 V 型排列，所以当毛发被吸入后，就会自动往 V 型的中间靠拢，最后被吸尘口内侧的梳齿扯下来，做到物理防缠绕。而在边刷上，科沃斯依旧采用风刀防缠绕边刷，原理就是透过一长一短的边刷设计，让毛发没有地方可以缠绕。我们也实测，你看边刷会直接把头发甩进主刷。接着梳齿会自动把头发分离下来，最终完全没有缠绕，就是这么简单。而在拖地上，科沃斯一样有精细的50档水量调节，那守则还是一样哦，水量不是越高越好，建议从最低档开始测试，不够再慢慢往上加，这样就比较不会有水痕，除非是宠物家庭，那才建议开更湿。另外，记得在 App 开启智慧附拖以及 AI 污渍清洁策略2个选项，机器人看到污渍才会智慧附拖2次哦。另外，如果家里是木地板 ，X3 Pro 有沿地板方向清洁的功能，开启之后可以降低缝隙摩擦。此外 ，X3 Pro 也支援了 OK Echo 语音助手的功能，并且是大语言模型版本的 Echo， 所以可以用自然语言跟它对话。你可以跟它说 ：“OK Echo， 我在听。回家。”好的，返回基站。OK Echo， 请吩咐。过来这边清洁一下。好的，请先保持原地不动，让我找到你。找到您了。那所有的指令也都可以在 App 上面看到。接着，我们看回基站，维护也超级简单。上面这个是清水箱，只要把干净的水装进这里，系统就会分配到所有需要水的地方。对了 ，X3 Pro 有标配银离子除菌模组，可以用除菌水拖地和洗抹布。而洗滚筒的脏水以及机器人回收回来的污水，都会自动被回收到这个旁边的污水箱。所以使用上只有2个步骤，把干净的水装进来，扫完把脏水倒掉就好，非常简单。再来，我们打开这个盖板就能看到，右边是自动集成模组。没有宠物的话，一般是2-3个月都不会满，但还是建议定期更换。集成袋有自动关闭的设计，拿出来就会自动关起来，整个袋子丢掉即可，非常省心。好，重点就先讲到这里，接下来我们就直接进入到我们再度更新的全新15关实测环节。第一关清洁力测试，我们准备了3种家里常见的打扫大魔王，分别是饼干碎屑、瓜子壳以及红豆各10克，总计30克的测试物。分别代表小脏污、长形垃圾以及圆形有重量的垃圾，可以观察机器人的清扫效果，并且观察边刷会不会把红豆喷飞。好，开始测试。可以看到 X3 Pro 这次最特别的地方，就是科沃斯加上了边刷抬升的功能，
所以当你在 App 开启颗粒物策略清洁后 ，X3 Pro 只要看到一整片的颗粒物，就会自动把边刷抬起来，只用这次升级的大风量风机。如此一来，就可以避免边刷打飞红豆的问题。测试完成，我们来最后称重，实测回收达到 29.47 克，几乎全部都回来了，回收比例达到 98.2%， 就是目前旗舰机种第一梯队的表现。第二关角落清洁测试，这次在 X3 Pro 上，科沃斯同样采用了新版的风刀边刷，没有伸缩。那我们同样控制了10克的饼干碎屑，平均铺在墙角测试。经过我们实测，原本10克的饼干屑回来的有 8.5 克，回收比例达到 85%。那以结果来看，对比资料库中传统圆形机种大概60%，伸缩边刷大约80%到85%的表现，风刀大概就是做到跟常规伸缩差不多的清扫表现。这点我还是会敲碗科沃斯把之前很强的伸缩边刷加回来。第三关，我们来测清扫时间。这次我们同样把不同组合的测试结果做成表格，更加一目了然。也补充说明，在这个空间面积当中，大多数的扫地机器人大概花费8分钟左右完成清扫，所以比8分钟短就是比常规更快的意思。而经过我们实测 ，X3 Pro 在开灯纯扫地之下，花费了4分34秒完成扫地；开灯扫加拖之下，花费了6分17秒；而如果是关灯扫加拖，则是花费了6分20秒。所以可以看到，采用 DToF 加3D 结构光方案的好处，就是开关灯都不会影响到清扫时间。第4关。头发长度测试，这个项目我们直接测长发组，长度设定在780公分，总量1克进行测试。不要小看1克，其实超级多，完全可以把整个测试空间铺满啊！好，测试开始。测试结束，我们来看滚刷，完全没有缠绕，全部顺利分离。那要提醒，梳齿结构的原理就是要靠不断运作进行分离，通常需要半小时、1个小时解决，所以就算看到，其实也不用管它，下次打扫就会自动解决了。第5关，障碍物测试。经过我们测试，如果你想要有最好的避障效果，要把 Ivy 3D 打开，那标准或是极限避障就看个人。然后有一个安心庇护模式，这个选项我个人不建议开，机器人会变得太过小心，用标准就好。接下来直接开测。我们可以看到 X3 Pro 同样会先沿边缘贴边清扫，障碍物上包括地板上的充电线、延长线、宠物便便全部过关。然后圆形柱状物的绕边表现也很不错，的确可以成功做到万物贴边的功能。那最酷的地方，因为有视觉辨识嘛，所以 X3 Pro 会自动判断哪些东西可以贴边，哪些不行。像是充电线、宠物便便，就是远远的绕一圈。而玩偶不会卡住嘛，它就大胆的贴超近拖地，这就是视觉辨识的好处，可以依照不同物体采取最适合的清扫策略。第6关，接着我们关灯再测一次。喜欢看红外线画面的朋友，这个环节也可以一起来观察 X3 Pro 的 DToF 和3D 结构光。从画面上可以看到 ，X3 Pro 在关灯后，基本上结果与开灯完全一致。加上新的补光灯，让视觉辨识在关灯下可以继续运作，都有确实避开。不过还是提醒大家，打扫前依旧建议把地板上较大的垃圾收一收，把建立地图时的门打开，然后电线杂物都收一收。目前我测过这么多机器人的结论就是，无论多高阶，都还是没办法做到完全不收拾就打扫，所以该收的还是要收。第7关，我们过往都是测风干好几天的酱油渍，但这对洗地机种来说真的毫无压力，所以我们就直接上整片蚝油地狱测试。可以看到 X3 Pro 简简单单、轻轻松松。然后之前有人会提到轮胎可能会沾到脏水，但其实机器人在早期就想到了，所以大多采用的是不沾胎的设计。另外就是机器人的路径特性就是朝同一边，所以拖地模组永远会在车轮后面。
所以你看画面最准，就算开过蚝油，最终整片也都会是干干净净的就是了。所以一般的家庭脏污是完全不用担心的，几个月擦一下轮胎就好。第8关噪音测试，这边直接上表格。X3 Pro 总共有4档吸力模式，在静音下可以达到57分贝，标准的话就是59分贝，超强则会来到69分贝。不过日常建议选标准就很够用了。说过无数次，一般家庭吸力开到最大不会干净多少，但会很伤电池。如果是家里有宠物或是灰尘比较多的话，再选第3档就很够了。有地毯的朋友要记得开启地毯增压，也就是上到地毯的时候，系统会自动把吸力开到最大。第9关续航，我们新版的机器人测试了统一标准，同样的空间连续清扫可以完成25次的清扫，这个续航对应大屏数来说也是非常够用了。不过这次科沃斯 X3 Pro 最特别的地方就是有无线续航的功能，主要就是利用全新氮化镓快充模组以及软包动力电池的硬体升级，让机器人在回洗滚筒的时候顺便进行超快速充电，做到最大300平的清扫空间。那经过我们实测，一般的机器人回洗拖布4分钟顶多充电 1%， 甚至有几台洗拖布会掉电，而 X3 Pro 回洗4分钟居然足足充了 9%。所以如果家里频数很大的话，记得在 App 里面打开快充，然后选择易延长，这样机器人就会在打扫的过程中自动安排回家快充的时间，做到无限续航。启动的时候 App 也可以看到专属的动画提示。那经过我们实测， X3 Pro 在启动快充之下，每次的充电时间并非固定，而是智慧分配的，有时候3分钟就可以充 6%， 有时候4分钟可以充 9%。那如果快结束电力还够，那也会自动停止快充，做到电池保护。那我前面有提到，根据官方数据 ，X3 Pro 的无线续航最多一次可以清扫300平的空间，所以如果你真的对干净度有很高的要求，那 X3 Pro 的最大优势就是你就算选择最大吸力、精细路线，然后全屋扫2次，直接给它彻底扫2-3个小时，也不用担心续航力的问题。第10关充电测试。X3 Pro 从 15% 开始充电，大约耗时2小时40分完全充满。以扫地机器人来说，速度是很快的表现，可以说比上一代省了将近2个小时。那如果电力真的不够， X3 Pro 也有断点续扫的功能，它要回家赶快充到足够的电之后，再出来把剩下的地方扫完。但因为有无线续航演算法的加入，所以一般家庭应该是用不太到。第11关拖布清洁测试，我们就直接魔王关就好。我们把整个滚筒泡在酱油加酱油缸的污水中，这是 before 原本干净的滚筒，接着是 after 脏掉的滚筒，接着我们让机器人用75度的热水清洗，结果出炉，大家直接看图，这就很明确，滚筒洗得超级干净。第12关基座集成测试，我们一样30克的混合杂物，加上塞满半满的狗毛，开始集成。来看结果 ，X3 Pro 的集成效果也没问题，吸得够干净，几乎没有残留。第13关地毯，你看，当机器人遇到短毛地毯的时候，屁股的模组就会自动抬高 ，OK。中长毛地毯也 OK， 不过有地毯的家庭，我还是更推荐在 App 设定先扫地毯的功能，机器人就会在最一开始滚筒还是干的状态就上去吸尘。吸完地毯，再回家把滚筒弄湿去拖地。那如果家里是长毛地毯的话，建议选择规避地毯，防止机器人跟长毛地毯缠绕。最后第14关越障测试，这次 X3 Pro 采用新的机械式辅轮，官方标示越障高度为 2.4 公分，滑轨最高4公分，直接上实测。我们直接测这种双门槛，没问题。不过如果家里门槛比较高，还是建议买扫地机器人专用的门槛辅助垫。随后的最后一关，先前我们都是测 IKEA 躺椅，那我们这次再上强度，改测阳台轨道。这边直接看，没有卡住，过关。好，数项测试结束。整体来说，今年科沃斯 X3 Pro 就是在原先很强的滚筒洗力基础上进一步改善痛点，例如
加入软包动力电池提升续航外，也能进一步解放完整效能。比如说在吸尘上没有随着主流只在乎吸力，而是在大系列的前提下去加强过往很少被提到的风量，又或是全新边刷抬升功能，科沃斯也加上了全新颗粒物策略，只要遇到大面积垃圾，系统就会自动抬升边刷，防止喷飞。而在拖地部分，洗地形式的机器人就是目前最强的拖地机种，没有之一。而最大的 X3 Pro 除了采用改良过的复合式滚筒之外，也加上了主刷以及边刷抬升的功能，解决了上一代主边刷会沾到湿污渍的问题，并且在壁障上也新增了补光灯，在昏暗空间清扫时，机器人的壁障也能更加细腻。除此之外 ，X3 Pro 的基站规格不止给好给满，还新增了重污清洁液、氮化镓做到的回洗快充等等功能。而像是 X8 Pro Omni 就有的自动集成，40到75度智慧调节热水水温，63度高温烘干等等，都延续到 X3 Pro 上面，该有的全部都有。最后来聊聊选购建议部分，我觉得科沃斯目前的选购策略非常明确，今年你只要有预算，对拖地要求高，要买就要买到最顶的朋友，那就是直上科沃斯 X11 Pro， 它就是全部都有，面面俱到的旗舰之选。如果是预算有限，但还是很希望可以至少选滚筒，那科沃斯 T80 Omni 当然就是亲民之选。关于更多细节，我们之前有做过 T80 Omni 的详细评测，大家有兴趣的话，等一下也记得接续看看哦。最后的最后 ，X11 Pro 的尺寸我也直接帮大家量好，打出来在这里，我都有帮大家多抓1公分左右的公差。另外要记得预留 X11 Pro 超出基座的部分，要做柜子的直接参考就可以。好，节目也来到了尾声，又是一则超长扫地机器人评测，希望大家还看得开心。本天节目就先到这里，这集我们也尽可能在有限的时间中试测最多内容。如果还有任何问题，都欢迎底下留言一起讨论。也记得加入帮你的扫地机器人社团，有任何选购上的问题、想知道的问题，都欢迎在上面一起讨论啦。我是驴子，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啦。如果喜欢本期的节目，不要忘记订阅邦尼，并且打开小铃铛，及时收到我们最新的评测通知。当然，你也可以在 Facebook 邦尼 AI 小助理、Instagram 以及 Line@ 找到我们。如果还有其他问题，别忘了底下留言。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喽。